洋洋软软地说道：药会很苦的。药是苦的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吗？在小姨的哄劝下，洋洋还是吃了药，又喝了一杯水，上了个洗手间，才在小姨的怀里沉沉睡去。海童想抱他上楼去，让我来抱他吧，你大着肚子。程玲玲体贴地道。管家连忙说道：程医生，大少奶奶，让我来抱洋洋上楼去。程医生是大少奶奶的贵客，怎么能让程医生抱洋洋少爷上楼？管家上前从海童的怀里轻轻地抱过了洋洋，送回洋洋住着的儿童房里。海童也跟着上楼去，程玲玲没有跟随。洋洋这种普通感冒在她眼里没有分量，因为是洋洋，她挺喜欢这个孩子的，才会亲自给洋洋看病。海童在床沿边上坐下，对管家说道：我暂时没空，帮我好好招待程医生。大少奶奶放心。管家恭敬地应着，并退出了儿童房。这个时候，海玲打来电话，洋洋的老师最后也发信息告诉他了。彤彤，洋洋怎么样了？海玲在电话里颇为着急。洋洋2岁之前就经常感冒发烧，有几次是病毒性感冒，反复高烧，连续好几天，他和妹妹轮番照顾洋洋。以前那么胖的他，在儿子生病时，他都会瘦几斤。随着洋洋的年纪增长，加上去练武，洋洋的免疫力就强了很多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感冒过。发烧在幼儿园里量到体温是38度，我接他回来后再量体温39度。医生看过怎么说？喂他吃点退烧药。如果只有38度，海玲会建议妹妹帮儿子物理降温，上到39度就要吃点退烧药了。刚好程医生过来帮云出复诊换药，再来找我聚聚。是程医生帮洋洋看的，已经为洋洋吃过药，他睡了。海童和姐姐通电话时，还伸手去摸外甥的额头，现在都还没有出汗。以他的带娃经验，孩子发烧后开始出汗就会慢慢退烧。程医生说洋洋是着凉了，也有点上火，喉咙红，有点炎症，他没有开药，让家庭医生开的药。程玲玲看着家庭医生开的药单，她并没有说话，想来是认可了家庭医生开的药吧。家庭医生年纪比程玲玲大得多了，被程玲玲看他开药方时，她都颇有点紧张，小心地写下药方。见程玲玲没有说话，认可了他开的药，他才放下心来，真怕自己一把年纪会被程医生说上几句。晚上他总是踢被子，我和战印经常过去帮他盖被子，但还是着凉了。小孩子就是那样，不要说小孩子了，就是大人睡得迷糊时，感觉到热了，本能就是一脚踢开被子。吃了药很快就好的，你也不用太紧张。照顾他的时候最好戴着口罩，别被他传染了你，你是双身人，感冒了更麻烦。海玲放下心来，随即叮嘱着妹妹更要注意身体，怕儿子的感冒传染给妹妹。孕妇能用的药少，很多孕妇在孕期感冒，不严重都是硬撑着的，不敢吃药。姐，我身体很好，没事的。洋洋生病时特别脆弱，依赖我，我不照顾他，我不放心，他也不安心。战印工作比他忙，这种小事情海童也不想麻烦战印。姐，倒是你不用担心，洋洋好了，我发信息告诉你，以后就算洋洋求我，我都不给他吃热量大的了，免得上了火。小孩子难免会感冒，很正常的事。洋洋退烧后你告诉我就行，等下你跟你姐夫说一声，不用去接洋洋，我不在家里。洋洋喜欢跟着你们住，叫他也不用接洋洋回去。陆家人对洋洋是很好，不过他不在管城的时候，洋洋就依赖小姨，哪怕洋洋和陆东明处得像亲生父子，一旦妈妈不在身边，洋洋的感情天秤就偏向了小姨，他跟小姨更熟一点。他是小姨带大的吗？我等会儿就和姐夫说。周末的时候，洋洋还是回陆家的。
陆东明会带着他出去玩。工作日，陆东明要上班，便是下午去幼儿园接洋洋放学，然后带着洋洋回公司，让洋洋在他的办公室里玩。有时候海童去接了洋洋，就会发信息给陆东明，让陆东明不用再跑一趟。海玲能放心去江城，开始和凤晴进行交接工作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帮他照顾着洋洋，让他无后顾之忧。洋洋现在出汗了，海童在摸外甥的额头时，发现洋洋开始冒汗，感觉体温也没有那么高了。刚才小家伙烧的一张脸都红红的，就是睡得也安稳点。出汗很快就能退烧，留意一下，不会复烧就不用担心。姐，我知道的，你忙吧，我帮洋洋擦擦汗。让姐姐不用担心后，海童挂了电话，拿来纸巾帮洋洋擦了一下汗。擦过汗后，他便姐夫发信息，告诉陆东明下午不用去幼儿园接洋洋，他已经接了洋洋回来。信息发过去都不到1分钟，陆东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海童，洋洋怎么了？怎么现在就接回来？他是不是不舒服？洋洋发烧，老师通知我接回来了，医生看过，开了药，是受凉感冒，还有喉咙发炎。姐夫，洋洋有没有偷偷吃很多热气的零食？陆东明说道，我不会让他吃那些零食的。上周6的时候，周红林接他回去玩了2天，回来后，洋洋和我说他想吃炸鸡、薯片、薯条，他爷爷奶奶带他去吃了，还叫我不要告诉你，说你不让他吃那些，被我说了一顿的，可能是吃多了那些，喉咙发炎。周红林亲自来接洋洋，他是洋洋的亲爸，陆东明只是后爸，老婆又去了江城。洋洋很多时候还是住在战家，有小姨子照顾，他还真拦不了周红林要接洋洋回去过周末。洋洋的爷爷奶奶极力想补偿孙子，便是孙子想要什么，他们就买什么了。洋洋小孩子自己一直想吃，但小姨不让他吃的，爷爷奶奶肯买给他吃，他开心只顾着吃，哪里会管其他。海童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下次周叔他们过来接洋洋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不要给洋洋吃太多上火的东西，洋洋受不了，随便吃一点就容易喉咙发炎。她是洋洋的亲小姨，跟周家人也熟悉，她说更好一点。周父周母也不会说她什么，知道她是关心洋洋。若是陆东明说了，周家那边会以为陆东明想离间洋洋和周家的关系。洋洋跟着妈妈嫁入陆家，就是周家人的一根刺，只是为了洋洋的将来着想，他们不好说什么。周母曾经跟儿子说过要不要回洋洋的抚养权，周红林拒绝了，跟父母分析了洋洋跟着他和跟着海玲生活的不同，周父周母最终没有再坚持。以生活条件来看，的确是海玲的更好，哪怕海玲又去了江城那边，但海童还在管城，他是带大洋洋的人，视洋洋如同亲生，有海童照顾着洋洋，他们也能放心，至少洋洋不是在陆家生活。听说海玲和陆东明领了结婚证后，也没有住进陆家，而是住在海玲自己的房子里，周家人心里多少都好受点。陆东明明白海童是为他考虑了，他嗯了一声，行，下次他们过来接洋洋，你提醒他们一下，也要跟洋洋说不要吃那么多上火的东西，想吃我们自己炸给他吃，但也不能多吃。洋洋喜欢吃的那些东西，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垃圾食品，他们自己做的话更安全。洋洋是想到家里大人都不让他吃那些，当爷爷奶奶问他想吃什么时，他便说了，2位老人家极力想补偿孙子，孙子想要星星，他们都会想办法去摘，更不要说只吃炸鸡、薯片，他们哪有不满足的。等下我过去看看洋洋。陆东明沉声说道，我现在有位重要的客户，暂时走不开。洋洋开始退烧了，东明哥先忙，不用担心洋洋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陆东明没有说什么，挂了电话，不过他还是计划等客户走了，
他就让保镖送他去战印的家里。洋洋发烧了，他总要去看看的。海陵年初8就去了江城，他一走，洋洋跟他住了2天后，就要跟小姨，他知道是自己行动不便，照顾不好洋洋，加上他是大老粗，不及海童那么细心，便将洋洋送到了战印家里，继续由战印夫妻俩照顾洋洋。父母都说可以将洋洋送回陆家，他们能看好洋洋的。他最小的侄儿都那么大了，不用他父母照看，两老无聊得很呢。陆东明是征求了洋洋的意思，洋洋想去哪里，他就送洋洋过去，或者父子俩一起住也可以。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洋洋是选择他的小姨。海童又帮洋洋擦了擦汗，才自床沿边上站起来，离开了儿童房。程玲玲还在楼下，他难得来一趟，还惦记着他不能冷落了程玲玲。看到他下楼，程玲玲问道：“洋洋开始退烧了吧？”“吃了退烧药就开始退烧了，出了不少汗，我帮他擦了2回。他这种普通的感冒，若没有喉咙发炎，退了烧就好的了。现在也不用担心，吃2天药便可，注意一下饮食，清淡点。”海童走过来坐下，我问我姐夫了，他说上周6洋洋的爷爷奶奶接他过去住，带他去吃了炸鸡、薯条、薯片这些东西。我们这边的气候问题，吃多了那些东西容易喉咙发炎。他未婚时偶尔也会吃一吃肯德基的炸鸡腿，还挺喜欢吃炸鸡翅的，不过吃过后他就赶紧喝凉茶，不喝凉茶的话不用2天就会喉咙痛。这就是管城人饮食清淡的原因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云初的情况好些了吗？海童关心地问着妯娌的情况。宁云初现在是调理身体，调理好了，才能像个正常的女人那样可以怀孕当妈。程玲玲端起了面前的那杯热茶，浅浅地喝了2口，说道：“再好转，调理完今年就可以不用再吃药，停药半年后她便可以备孕要宝宝了。算算宁云初的年龄，到她可以要宝宝时，也就30岁左右，不算老。多少事业忙的女人30几岁才考虑婚姻大事，到生娃时已经高龄产妇。不过他们一般都是选择生1个娃的。宁云初夫妻俩都是很喜欢孩子的人，程玲玲猜测他们至少也会生2个孩子，反正战一晨也养得起，就是宁云初自己都能养得起，都是不差钱的人。那就好，云初很喜欢孩子的，一晨也很喜欢，他是怕云初有心理压力，嘴上说不喜欢孩子。程玲玲浅笑：“你们家的男人都很好，你们家的也不差呀，一样的。你和4少考虑生2胎吗？”程玲玲摇头拒绝：“我不想生了。军琴也没有要2胎的想法，我还有个徒弟呢，徒弟也等于是我的儿子，就有2个孩子了，加上晴晴他们的孩子，足够热闹。带娃太可怕了。”程玲玲现在只要有人请她看病，她就去，目的就是不想带娃。师傅总骂她夫妻俩是最不负责任的父母，只要她老人家在风尘山庄，她夫妻俩就当起甩手父母，将君妃交给师傅带着。那小子也喜欢跟着他施工，好不好？海童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眼神里闪烁着的都是母爱。我更喜欢热闹，过几年适合了，我想追生个闺女，万一又是儿子呢？那就认了。海童很快又笑道：“我相信那位大师的话。程玲玲是医者，她相信的是科学，是医术，不相信算命这东西。不过她并没有说什么。那位大师的传言，她是从海童嘴里听到的，后来又略微打听了一下，知道那位大师确实是有2把刷子。饶是如此，程玲玲还是更相信科学。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。你姐姐这么早就去江城了？年刚过，今天也才初10。今年工厂开工基本上都是选在初10这一天，比往年迟，学校也选在这一天，就比往年早了点儿。她记得她以前读书，年后上学一般都是过了正月15的，最早也要11、2，
江城那边，凤晴要离开，她想早点和我姐姐交接好，等我姐熟悉点了，她就要走了。凤氏集团是年初8就开工了，所以我姐姐早早就去了江城。她即将接管凤氏家族，也得过去和族中的长辈相处相处，关心关心老人家，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。海童摸摸自己隆起的肚子，我要不是揣着这个，还能帮帮我姐姐，现在只能靠我姐姐一个人。大姨年纪渐大，她老人家偶尔会过去看看。由于是让姐姐接管凤氏家族，大姨说，最好就让姐姐自己处理一切事情，既是考验，也是机会。姐夫行动不便，也不能跟着过去，免得姐姐分心。此刻的姐姐真的是单枪匹马了。程玲玲说道，你就算没有怀孕，也不宜跟着过去帮忙，那样你姐姐难以服众，本来你姐就是属于横空出现在的接班人，若是连安抚族人接管凤家生意的诸事都做不好，如何让凤氏一族心服口服？想必族里也有年轻有为和德高望重的人，他们难道就一点想法和野心都没有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是碍于凤氏家族100年来的族规，暂时还动不了。但若是你姐姐没有那个能力，凤晴又因为她亲妈的所作所为失去了人心，为了凤氏一族的未来考虑，大家肯定会在族里重新挑选一位接班人的。海玲姐虽说重回职场的时间也就2年，但她以前在职场混得不错的，她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你不用担心她，让她自己慢慢处理。只要凤晴是真心实意的将凤氏一族交出来，真心想和你姐交接的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凤晴3观颇正，却也有心狠的一面，她身边还有个方先生，2个人一起便是强强联手。凤晴还能处理他那3个蠢哥哥，以及一心想报复凤家、霸占凤家家产的亲爸。他父兄是没有多大本事，野心却是比天大。听了程玲玲的话，海童笑道，程医生，你就是跟着去了一趟江城，知道的情况比我还多，看得比我还透彻。你那是关心你姐，关心则乱，加上他们初时也刻意瞒着你，不想让你担心。也是，海童就是关心则乱，总担心姐姐会吃亏，又觉得自己这一次完全帮不上忙，对不起姐姐。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帮着姐姐照顾洋洋了。程医生这次过来多待2天呗。海童邀请着程玲玲在家里住2天。程玲玲说道，我晚上去你大姨家里吃饭，顺便帮费爷爷把脉，帮他开点药。知道费老的姓氏后，大家便叫他费爷爷了。只有海童这些人还跟着商太太一起称呼他钟爷爷。然后明天一早就回去了，还得去帮别人做手术，大概要忙到2月中才能回家带2天娃。我师傅总是说我不想带娃，就到处飞给人治病。我是医生，不帮人治病，我做什么？那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不能因为我当了妈就不给人治病吧。海童笑道，你有没有借口逃避带娃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君妃现在应该好带了点的，长大点了，越来越可爱，就算还会哭那也正常。她还是个奶娃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不舒服想要什么不就哭了。等到她会跑会说话了，会更调皮一点。我觉得君妃现在是最可爱的时候。海童带大外甥有点经验，他是很喜欢小孩子的，特别喜欢几个月大的小宝宝，觉得几个月大的宝宝最是可爱。程玲玲说道，我就是受不了他老是哭，哪怕知道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，也是受不了。当妈真不容易，不过从我当妈后，我对师傅的感激之情更深了。他老人家没有结过婚当过爸的人，因为捡了我，硬生生学会了带娃，把我养到这么大，培养成才，传授医术。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，不是我亲生父亲，胜似亲生父亲，对我恩重如山。以后我要加倍孝顺师傅。如今他还帮我带娃带徒弟，龙庭几乎是他老人家在教，说是我的徒弟，
又等于是他的徒弟了。他是有空的时候就去指导一下龙庭，平时龙庭是跟着师傅和几位老人家一起生活，是他们在培养龙庭。神医老前辈很疼爱君妃，我看君妃也特别喜欢他老人家。你让他帮你带君妃，其实老人家是求之不得的。他以前催过你嫁人吧，他老人家不就是想含饴弄孙？你让他尝到了这种幸福的滋味，也是一种孝顺。他们对龙庭也很好，龙庭跟在他们身边，我们都可以放心，不用担心龙庭以后的事。几位老前辈以及你的那些兄弟姐妹们都会疼爱他，他们宠大养大的孩子，以后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了去。龙庭从小就在神医身边长大，等于是被那些大佬看着长大。20-30年后，龙庭有本事回去报仇时，那些大佬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，也不会让龙庭有事。穆晴夫妻俩当初决定将龙庭送到神医身边，是最正确的决定。程玲玲说道，也是缘分。我一见龙庭就很喜欢，那孩子很聪明。那时候她没想过嫁人生子，师傅要她找个继承人，她到处给人看病，也存着想给自己找个接班人的想法。师傅要她找年纪小的，最好就是孤儿，从小养在身边，那样师徒的感情好，带在身边学东西也容易。他跑了不少地方，也见过不少聪明的小娃娃，都没有看上眼的，见到龙庭就喜欢上了。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在学艺方面，他认为都不如龙庭。君妃是君家的孙少爷，以后未必会学医，他们君家多的是祖业要继承的。他师徒俩的一身医术还是要传给龙庭的，是很聪明，我也很喜欢他。洋洋跟他玩得特别好，两小只一起长大，以后成了发小，相互帮助更好。程玲玲点点头，小姨，小姨。洋洋在楼梯口叫喊着海童。洋洋醒了，海童抬头看到小家伙，起身便往楼梯走去。洋洋醒了，还会不舒服吗？饿不饿？喝不？海童边走边问着。洋洋等着海童来抱他，因为生病了，他显得特别粘人。小姨，我想吃粥。洋洋在幼儿园里就没有胃口吃饭了，现在退了烧后，他觉得饿，但只想吃点粥。海童抱起他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体温似乎正常了，抱他下楼，拿来体温计帮他量体温，吩咐厨房给洋洋熬点粥。他说道，小姨没有提前让人熬好粥，洋洋想吃粥要先等一等哦。洋洋窝在他的怀里，软软地说道，可是我很饿了，小姨，我能吃点心吗？海童望向程玲玲，问程玲玲，程医生，洋洋现在感冒，可以吃点心吗？别吃太多，免得没有胃口吃正餐。海童便拿了一小块的点心给洋洋吃。小姨，我想你喂我。好，小姨喂。小家伙一旦生病就是这样，总是黏着人，吃饭要喂，老是要抱着。从他出生就帮忙照顾他的海童很清楚这一点，不管洋洋提出什么要求，能满足他的他都满足他。海童温柔地喂着洋洋吃点心。程玲玲看着医生俩，几分钟后提醒海童，童童，体温计可以拿出来了。海童从洋洋的腋下拿出了体温计，自己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37度8，还没有完全退烧。”他又将体温计递给了程玲玲，程玲玲看过后，说道：“他才吃了一次药，喉咙又有点发炎，还会有点低烧，很正常。等他再吃一次药，就能彻底退下来了。”说着，程玲玲起身去给洋洋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洋洋要多喝点水。洋洋接过那杯温开水，向程玲玲道谢。管家进来告诉海童，大少奶奶陆四少来了，请四少进来。海童轻声对洋洋说道：“你陆叔叔知道你感冒，撇开手上的工作过来看你了。洋洋，你知道你这次感冒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？是你晚上踢被子，还有就是吃多了炸鸡和薯片。”
着凉了又喉咙发炎，加工之下就发烧了，需要吃2天药才能好。洋洋闪烁着大眼睛，以后不要吃太多炸鸡和薯片，想吃的时候跟小姨或者你陆叔叔说，我们会让家里的厨师做给你吃，但不能吃多，免得上火，喉咙发炎，容易发烧咳嗽。洋洋想起了自己跟着爷爷奶奶出去逛街时，爷爷奶奶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想吃炸鸡，爷爷奶奶带他去吃，吃了很多。他似懂非懂的点头，小姨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会少吃点的。小姨，我以后想吃，小姨真的会做给我吃吗？妈妈和小姨总是说那是垃圾食品，不让我吃的，因为一直不能满足她的食欲。当爷爷奶奶满足她后，她就管不住嘴，大吃特吃，觉得是挺好吃的。那些小朋友没有骗她，炸鸡和薯片是很好吃。海童宠溺地道，我们做给你吃的，你可以吃，不过依旧不能多吃。咱们这边的气候不宜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，吃了就容易上火。小姨，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气候不宜？一年之中，夏季特别长，天热，就算是冬天也不冷。这样的气候就不适合吃那么多高热量的东西。外地朋友总说管城人不吃辣，很多不是不爱吃辣，是吃的受不得。洋洋还是似懂非懂的，海童也没有再解释下去。他年纪还小，说的再多，他现在都听不明白。海童，洋洋退烧了吗？陆东明被保镖扶着走上了台阶，刚走到屋门口就叫喊着。海童放下了洋洋，陆叔叔。洋洋自己跑向了陆东明，陆东明抱起了他，保镖搬来了轮椅，他在轮椅上坐下来，然后就摸向了洋洋的额头，片刻后自言自语，感觉还有点发烧的。海童走过来接上话，退下来了，不过还没有退彻底，刚刚帮他量了体温，37度8，到时间了再吃一次药，应该就能彻底退下来了。姐夫，你工作忙，不用跑这一趟的，我能照顾好洋洋。海童都没有告诉丈夫，免得战印也跑回来，放心不下，要过来看看才行。公司里有其他人，我离开一阵子没事。对于陆东明来说，洋洋比他的生意更重要。洋洋窝在他的怀里，听着他和小姨说话。小家伙在他怀里仰起头，说道：陆叔叔，我想妈妈了。陆东明低头温柔地看着他，温声说道：等你好了，周五放学后咱们就过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洋洋要乖乖吃药，那样才能早点好起来。洋洋懂事的点头，知道自己生病是因为睡觉总踢被子，还有就是吃了太多的炸鸡。期间沈小军打电话给海童，问了洋洋的情况，知道洋洋开始退烧了，沈小军才放心点。等到厨房里熬好了白粥，陆东明要亲自喂洋洋吃粥时，陆太太夫妻俩还有商太太夫妻俩扶着费老都过来了，他们还没有坐热凳子呢。战家的长辈们又浩浩荡荡地赶到，就连海童想瞒着的战印都收到了消息，撇下手头上的工作跑了回来。宁云初等人知道洋洋生病的消息，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。洋洋就是几家人的宝贝疙瘩。老太太抱着洋洋时，那是满脸的心疼，嘴上说道这一病脸都小了，人也瘦了一圈，精神气也差了点，小脸烧得红彤彤的。洋洋，你这一病比挖太奶奶的心都要难受呀。太奶奶，对不起，是洋洋不懂事，贪嘴吃了很多的炸鸡。身为团宠的洋洋能得到大家的宠爱，是因为他聪明有礼貌，嘴巴又甜。他反过来安慰着老太太，说他很快就会好的。程玲玲看的，他小声问着海童，你老公他们小时候生病了，战奶奶会这样睁眼说瞎话吗？海童还没有回答，听到他问话的战印答道，我们没有这样的待遇。程玲玲叹道，战奶奶是真的很疼洋洋，洋洋今天发烧，战奶奶就说他瘦了，还没有退烧时，
小脸是红红的。现在退烧了，洋洋的脸哪里还烧得红红的？想到了自己的师傅，程玲玲又笑道：“不过老人家都是这样，我师傅也是，有3天不见小哭猫，就说他瘦了，说我们没有带好他，甚至怀疑我不给君妃吃的喝的。那是我怀胎10月所生，虽说很爱哭，烦死人。我疼爱他的心不比师傅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虐待我亲生的儿子呀？他们老人家就喜欢夸大其词，隔辈亲。我小时候，师傅对我严格得很，布置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，饭都不给我吃呢，怎么不心疼我会饿瘦？”海童跟着笑，隔辈亲，隔辈亲，大都是这样。穆晴说他以前回家，一家人都围着他打转，最疼爱的人就是他。等他生了娃，回娘家呀。若是没有带着2个孩子回去，他妈问他回去干嘛？带了孩子回去，父母就乐呵呵的，但是注意力都放在2个孩子身上，还有一点注意力会分给叶君博。他这个曾经的团宠，哪里凉快哪里去。说着说着，海童想到了自己的父母，若是他爸妈还活着，活到现在当外公外婆的年纪，他们会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，看到孙辈就乐呵呵的？儿女若是不带孙辈回来，转身就走，甚至会说一句：“不带孩子回来，你回来做什么？”老婆怎么了？战印察觉到海童神游太虚了，关心地问他。程玲玲颇为羡慕战印和海童这对夫妻感情是真好。海童思想稍微开了小差，战印都会关心问一句。想到自家男人也是个宠妻的，程玲玲又不羡慕海童了。他们这一个圈子里的女性朋友都活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。看到奶奶那么疼洋洋，跟程医生聊到隔辈亲，我想到了我爸妈，如果我爸妈还活着，他们当了外公外婆，会不会也像奶奶他们这样隔辈亲？战印握住他的手，温和地道：“爸妈若是还活着，估计也会隔辈亲，但他们最疼爱的肯定是你和大姐的。元宵节有空，要我陪你回老家看看吗？清明节我带着洋洋还有东明去给爸妈上坟，姐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回来，你肚子太大了，去了又会心情低落。今年清明就先不去给爸妈上坟，明年咱们一家3口都去。爸妈看到咱们添了个宝宝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”海童点点头，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了。你有空的话，那就陪我回去转转，顺便看看我的菜场。提前和我姐说一声，看我姐清明有没有时间回来。她没有时间回来，就只能让你和姐夫带着洋洋去给我爸妈上坟了。战印恩着，夫妻俩十指紧扣，相视片刻后，便都看向了一老一小。洋洋吃过了粥后，又吃了1次药，玩了一会儿，再帮他量了体温，体温正常。大家放下心来，不想打扰海童夫妻俩，大家各自散去。只有陆东明还留在战家，程玲玲跟着商太太他们回去，在商家吃饭，然后给费老例行检查，开点药给费老。隔天一早就离开了管城。洋洋第2天退了烧，海童夫妻俩一起送他去的幼儿园。陆东明说他下午去接洋洋。幼儿园门口，洋洋不舍得和小姨挥手说再见，然后自己进去。海童目送着外甥进去，说到之前送过来总要我们带着他进去，现在敢自己进去，胆子大了很多。长大了吗？战印牵起他的手，走吧，我先陪你去产检。他上午不回公司，就是为了陪老婆去产检。夫妻俩转身走的时候，遇到了宁思琪。宁思琪牵着一个小女娃，边走边叮嘱着小女娃。小女孩不太想搭理宁思琪的样子。战少、大少奶奶，你们送洋洋吧。看到战印夫妻俩，宁思琪停了下来，笑着打招呼，视线扫过战印后，就落在海童的身上。海童现在怀孕28周到29周之间，沈小军的月份比她大1个月，已经32周。苏南不太愿意沈小军再回书店看着，沈小军不乐意，说在家里养胎太无聊。
说他在看1个月的书店，就在家里养胎，等着肚里的小种火出生。苏南拿他没办法，只能顺着他的意思了。苏家的保镖时刻跟着他，别说苏南紧张，战印也紧张他家海童，特别是晚上看到海童总是要翻来覆去调整睡姿，他就心疼。孕育一个孩子真心不容易，战印告诉自己要一辈子宠着海童，他是因为爱着他才愿意为他生儿育女的。他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海童。龙太太，宁思琪打招呼了，海童回以微笑，也叫了宁思琪一声。这个女人的背后是龙先生，上次银狐爷爷来过，他的得意弟子飞鹰也来了管城，可能是战印跟他提了一嘴吧。不久后他就知道了宁思琪假扮龙太太，刻意偶遇他，接近他的真正目的了，并非他和宁云初分析的那般想报复他们，是想成为他的朋友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融入他的朋友圈里，然后再通过他和洋洋接触到穆晴和龙庭母子俩。他们是冲着龙庭来的。宁思琪的那个金主是龙庭的仇人，龙庭一家人都被害死了，唯有他被保姆带着逃命，逃到几千里外的望城，被穆晴捡到，龙庭才算真正的捡回一条命。但龙庭的仇人这几年来一直都在寻找打听龙庭的确切下落，猜到龙庭在风尘山庄，还盯了风尘山庄一段时间。后来龙庭被送到神医那里去，叶君博又教训了龙先生派来的人，龙先生的人没有办法再打听到龙庭的消息，如今竟然想绕大弯路，通过海童和洋洋去接近龙庭。龙先生目前大概是怀疑龙庭的身份，还不能确定龙庭就是龙家上任家主的儿子吧。不管他是想斩草除根还是其他原因，都不能让他知道龙庭的行踪。有几位老前辈以及武帝堂护着，海童倒是不担心龙庭，龙家比江城的凤家厉害多了，他们这些人能护住龙庭。不过龙庭的大仇还是要等龙庭长大了自己去报的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龙庭的仇家伤害到龙庭。